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洪老师好，两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好，我叫廖一东，来自湖南长沙，今年27岁，谢谢大家。你不是紧张的问题，你能不能表情稍微放松一点？哦，好的。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有一张共同的专属存储卡。专属存储卡是那个相机用的那种？啊，是的。我是喜欢把自己的经历，把它分成不同的时期，然后用不同的存储卡把它存储起来。来，姐姐。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这个专属记忆存储卡里面，你想去存储一些什么东西？照片、视频什么都有。比如说上段时间我去了一趟那个贡嘎雪山那次腊八峰，我去了一次，然后还存储了一些从小时候到现在的经历，我基本上都存储了。我们来看视频。贡嘎雪山，对，是的。叫蜀山之王，中国最美的10座山峰里边就有贡嘎雪山。这太厉害了！这是我看的爬山是真的用手脚并用的这种往上在走。是你自己拍的吗？对，有近拍的，然后也有航拍的。哦。我就是喜欢把自己的经历全部存储起来，我喜欢一个一个目标去完成，完成一个目标我就把它打卡，完成一个目标把它打卡，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完成下一个目标。然后哪怕我以后就是说目标会偏移自己的轨迹的话，看看以前的照片，看看以前自己的初心还有没有坚持这一条道路，然后回来就这样子。他的目光坚定到我都不敢不顺着他说。我如果不顺着他，我就想说，我觉得我会有点危险。14号。你好，男嘉宾。你这个记忆存储卡呢，就是说记载了你一直的经历嘛，就是从现在年轻的时候是存到老的时候，就或者是包括你每谈一段对象啊，你都要拍下照，然后就寄存在这个卡里面吗？如果谈对象的话，我会把它存到卡里面；如果分手的话，我会把卡给销毁，这一点特别重要，说明智商、情商都在线。分手了，销毁，听到没有？而且他那个坚定的眼光，让人相信他一定会销毁，而且销得干干净净。Cool。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你建议我拉你去看励志电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属于励志电影呢？比如我喜欢看那种拳击类的《洛奇》，然后还有《摔跤吧，爸爸》、《风雨哈佛路》美丽心灵》都算。哦，他的人生有一种很特殊的节奏，我发现了。他的语言不长，但是非常的果断。他前面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前面是这个节奏。他好像是在发布命令似的这种。对。短促、简洁、坚定。就是说，励志电影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呢？我以前其实是一个很弱小的一个少年，然后后来我就是通过励志电影嘛，壮了。看什么啊？看那个洛奇滴滴血。这么老的电影，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但我还是喜欢看。我现在每一年还必须得看4遍、5遍。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我们看了片子之后再说啊，看第一条片子。现实中的六边形是什么样的？
我是廖一东，带你进入我的世界。先看格斗，柔术、弓箭、短棍、双节棍、双刀，再看接剑。人力骑士、守者、负重、青蛙俯卧撑。因为看剧喜欢上了特种兵，一般人只是想想，但我会想尽办法去实现。打破部队各项纪录，获得部队各项荣誉。下年后分到特战部队、抢险救灾、优秀士兵，平板支撑1个半小时，数次参加的魔鬼周极限训练。魔鬼周极限训练是什么？就是特种部队比武中负重60斤，当时扛着大旗，我甩开第2名100多米，负重5公里以后，提着子弹箱冲坡，有个新兵扛不住的，我一个人提了2箱跑在第1个，上去又是翻了300斤的大轮胎，然后枪弹结合400米奔袭射击全中，就那一次我拿了极限勇士的勋章。特种兵的经历让我对自律的感觉上瘾，之后我学习了街舞、口琴、吉他、C 语言编程、涂鸦练成的绘画、电脑绘画、焊接电路板，还有冲浪、滑板、冰球、半马比赛、伞降、潜水，天下无人去经营野外生存。现在就自学视频拍摄，自己做文案、脚本、拍摄剪辑，坚持1年，现在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视频创作现在成了我的主业，我也成立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其实我的改变离不开重要的人对我的赞美。初2时成绩有了进步，初中老师那一句相信我能当上好班长，让我从胆小变得自信，考入重点高中。高中为了拿到俯卧撑的名次，在走廊练习时，老师那一句你以后不管去哪都会有出息，让我从瘦弱变得强健，一口气可以做220个俯卧撑。有一次做梦的时候，我梦见有一个人比我还要努力，吓得我凌晨3点钟起床，赶紧做了200个俯卧撑。生活中的我对所有事情都无所畏惧，唯独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脱发。底下经常评论我，问我什么时候秃顶。虽然我家里没有秃顶的，但是说多了我也会害怕。现在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拿一袋枸杞水喝下，早上摸摸头，感觉发丝还是很茂密，我的心情就会很美丽。很多女生都说恋爱中没有安全感，未来女朋友你不用担心，我会像爱护头发一样爱护你，给你十足的安全感。这个片子里边可聊的太多了，从我擅长的部分说起，从头发那根说起。好。以前有男嘉宾来也是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台上说有脱发焦虑的女生一举手，哗2/3。来，现在再问一遍，这一届有脱发焦虑的女生举手，我看一看。你看看，你们都是一家人，只有1、2个没有焦虑的。来，从那一次提问，我知道了一个事儿。我说你头发不是很多吗？假发。我说你头发不也很多吗？涂的那个粉叫什么？发际线粉。发际线粉，我知道了这个事儿。我要告诉你，当你开始焦虑的时候，这个事儿已经无法避免了，不用担心。我来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成为特种兵的？特种兵的话，其实说到底还是第一是电影，其次就是以前的老师对我的鼓舞。最初的时候是为了破学校一个记录，当时为了破学校那个记录呢，我每天中午不睡觉，疯狂的练，一下课10分钟跑下去，先做200俯卧撑再说，然后就这么一直坚持下来。有一次中午没有睡觉，在训练的时候被班主任给看见，他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我想破了学校的那个俯卧撑记录。”他说：“可以啊，你有这份态度的话，你以后做什么其实都会干得成的，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我听了这句话，哇！瞬间感觉自己人生中有了一束光，因为以前都是以学习成绩为主嘛，然后在锻炼这一块，我是第一个老师这么说了，然后从此以后就像是开了挂一样的疯狂的练。就你在特种兵的时候，你获得过哪些奖励？因为我当兵前有7年的那个准备的经验嘛，所以从新兵连一入伍我就开始拿奖，引体向上第1名，俯卧撑、仰卧起坐全部破了当时新兵连的记录。然后进入下年以后，到了那个特战里以后，刚开始有个仰卧起坐也是一样破纪录，俯卧撑破纪录，平板支撑破纪录，然后引体向上还有卷身上这东西我全部都是拿了冠军。孙丹妮。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个俯卧撑的记录是多少呀？还有仰卧起坐的？仰卧起坐2分钟，当时是做了127个还是130多个，忘了2分钟。然后平板支撑的话，我是做了1个半小时。要不然喊他现场表演一下，他平板支撑能搞1个半小时，我们可以看一部励志电影了。你在那儿趴着，我们放一部电影，电影放完了，我们来叫你，你看怎么样？我就随便做几个吧。
随便做做几个花式俯卧撑吧。哦，花式啊，哎对对对。对。太厉害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可以。因为这套动作也有很久没练了，就是我在上节目前3天恢复了一下，有几年没有练了。有几年没有对练了？，天天在工作，那会不会有些功能退化？身体素质肯定会有退化的，但是这个动作记忆、肌肉记忆还在吗？好厉害哦！厉害还是厉害？厉害！我第一次看就是俯卧撑可以腾空了啊！我觉得很多时候腾空击一下长脸，它对是3下，1、2、3再落地。我以前可以腾空360飞天上，然后再来换另一边做俯卧撑。哦，就是在空中旋转1整周落地，那他就是考察的是核心力量有很强全，身没有弱的肌肉，哦有一块弱都撑不起来。 18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因为你给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永远就有用不完的力量，然后很积极向上嘛。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在你人生就这么多年之中，有没有就有过一段时间比较脆弱，或者是就是想一个人待着的这种经历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在你人生就这么多年之中，有没有就有过一段时间比较脆弱，或者是就是想一个人待着的这种经历呢？你的字典里有脆弱这2个字吗？没有。好的，谢谢。你从部队出来之后，又学会了哪些新的技能呢？剪视频、拍片子、拍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口琴、焊接电路板，甚至还有会一点点小编程。哦。就是我为了一些我自己的职业需求，需要学一些小技巧。你看，哦，哇，这个谁会把注意力放在电路板上呢？看肌肉啊，这是。我的天哪！哦，这你画的？对，是的。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涂鸦嘛。这画的很像哎。天天没事在家里练嘛。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刚潜完水出来，然后拍了一张打卡。好，看下一条。我唯一一次懵懂的恋爱发生在我入伍的第5年。他从同学的微信群里面加了我，时不时给我发现风景照，还有日常生活的分享。我很直接的问他是不是群发的消息，他说不是。当时在想，居然有女生给我单独发消息，颠覆了我的认知。她是我线上唯一的女生朋友。在部队训练很苦，她说想给我寄吃的，我当时都懵了。后来发现她1个月寄1次，部队1周发1次手机，我们就1周聊1次天。哪怕我没有机会回复她，她也会主动分享她的日常。到了退伍后，我们终于开始了现实的见面。但和他为数不多的10次见面中，6次都是给他拍照，一拍就是40多分钟。那40多分钟，我的手就变成一个支架，我就这么定着不能动，给他的随意调角度。前面10几分钟还好，20几分钟、30几分钟、40几分钟，到后面我的这个三角肌酸的要命。我以前在部队当兵订枪的时候都没有那么酸。剩下的就是叫我给他家里搞卫生。他当时和其他室友合租，我要把他们的房间全部都打扫一遍。我一去那个房间才发现一片狼藉，乱七八糟的。我每次打扫的话，起码4个小时起步。后面他的要求越来越多，而我一直在满足。后来我发现这根本不是谈恋爱，这是在做保姆。虽然我不是特别懂爱情，但我觉得起码是互相尊重，一起去做喜欢的事，而不是单方面的要求。因为从小到大很难和女生有接触，在男人堆里长大的我，在女生面前会比较害羞，根本就接触不到女的。读高中的时候又是理科班，班上就没几个女的。退伍以后我去了特警队，在特警队又没有女的，全都是男的。然后到现在我又开始搞这个工作室，忙得要死，每天忙得要死，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触到女的。现在一想到要进非诚勿扰，面对24个女生，我就有点紧张。我有比较大的单身年龄焦虑，
我爸妈说到了30岁以后没找就找不到了，因为好的姑娘看见我过了30岁就会看不上我，所以这次就想来《非诚勿扰》，找到那个温柔善良的有缘人。我跟黄澜一样，很好奇你的情感经历。你刚才说你只谈过一段。其实那一段可能都不算谈，因为我和他见面连10次都不到。就是当时我在当兵的时候，以前的同学拉了一个班群，他就在那个群里面加了我，然后时不时给我发一些他打卡的一些风景啊、美食啊什么照片。因为当时我的好友列表里面只有一个女的，我当时觉得这肯定是群发的，没事给我发什么消息，我当时就没在意。结果1次、2次、3次、4次发了10几次，我发现不对，有问题。你发现了什么问题？我发现你是不是群发的？他说他不是群发的呢，我就和他就是越聊越多，然后他就给我送礼物。我10几年都没有人给我送过一次礼物，就是说我10年可能都没有过生日，然后就他给我送礼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哇，有女生给我送礼物。然后呢？然后乐开了花。那你不问问你们一个宿舍的兄弟，别人收到没有呢？其他人没有。对啊，一个妹子只慰问你一个。你们聊这个过程到底退伍中间有多长时间？4个月左右。4个月，然后退伍之后就去找他了。对，找他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带我去看电影。他带你去的？对。那他在电影院里有没有摸你的手？牵手啊？有吗？第一次我不敢，怕。然后他就把我的手牵过来，就像他们俩这样是吧？没有这样子，是这样子。对，是女生主动的，对不对？女生主动，对。人家主动拉了一下你的手，你做了什么？就顺势也接住了嘛。然后2个人就一直拉着把电影看完。对，是的。吃完饭以后呢？送他到门口，我就回去了。他立马就发朋友圈了，今天好开心啊，他就这么发。这个好的信号啊。对啊，很快乐。那你在那个朋友圈下面有没有什么回应、点赞或者评论之类的？我还是不好意思评论，因为我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嘛，所以啥也不懂。我也不知道恋爱到底该做什么，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你不会的话，那我就教你。孙丹妮，男嘉宾你好，我有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恋爱中跟女生发生争执了，然后女孩子不高兴了，你怎么哄她呢？会？先给她送礼物，然后继续给她发一些嘘寒问暖的话。吃了吗？吃的什么？睡了吗？应该是这些吧。哎，男嘉宾，就是那个女朋友之后，你还有没有谈过恋爱啊？没有了。那就是说，台上的女嘉宾就不用担心前女友这件事情。其实不能算。对，都不能算谈恋爱。你下次跟人介绍的时候，不要把她说成前女友，这算你的一段情感经历，这个算的。但是前女友远远没有达到。21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短片发现你接触的女生非常的少，那我想知道你心目中的女朋友是什么样子的？只人好就行了。让你每天早上去买5样早点，帮她收拾屋子4个小时，算不算人好？其实偶尔几次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天天这样如此的话，就是感情是要相互的嘛。如果天天不这么做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嘛。对，我觉得我听了这个男嘉宾讲，他从小长大的生活经验当中，好像跟亲人之间交流啊什么不太多哈。很少。然后他看的影片呢，都是硬汉片，也没有就是爱情怎么谈恋爱啊，怎么这个哄自己开心，哄女朋友开心啊，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是不太会。傅海东。就是我刚刚有注意到，看到你拿到那么多奖，其实特别想问你个问题。你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你之前看的励志片，然后还有你的初中班主任给你的一句说你以后一定有出息。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可能是在为别人而活，不是在为你自己而活？我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拿着这种奖，我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就是想把自己活成一个励志人物。
那个老师对你的夸奖，你记得最牢的夸你的那句话说？其中初中的时候有2个班主任对我说过，一个是说你一定会当好这个班长的，这是第一次我受到鼓舞。第二次受到鼓舞的话就是你有这份精神，干什么事没有什么干不成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夸过你吗？他爸爸跟他说，30岁找不到就找不到了。他也记住了。他一说我就有点慌。最后一个问题，谢灵玉。男嘉宾你好，因为刚刚有讲你的目前只有一段感情经历，你这么多年有喜欢过女孩吗？你有喜欢过的吗？有没有暗恋过，偷偷的？有。就是那你暗恋，你不追她吗？当时暗恋是有暗恋，但是自己还是有自己的目标的。就是你感情一直是很被动的呗？是有一点点。那你的那些兴趣爱好的话，真的是属于你自身的兴趣爱好吗？还是只是目标？第一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第二也是我自己想完成的一些东西。完成了这些目标，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终极目标是特种兵啊，这东西我实现了。然后特警，这是我终极目标啊，我也实现了。你现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创业。你才20多岁，已经说了3个终极了。对。实现一个就下一个，实现一个就下一个。那叫什么终极呢？那不叫终极，这叫阶段性目标。是的。那你对兴趣爱好的定义是什么呀？让自己能够身心放松。我搞我的兴趣爱好，我也可以沉浸在其中。那我可能跟你就是对兴趣爱好的定义不太一样。谢谢。好的，谢谢。我觉得男嘉宾笑起来还蛮可爱的。他就是不笑。对，但是他现在就一直在笑，就是对，你看多可爱。嘴唇放松一点。好，是。然后我觉得恋爱的过程中还是要彼此感受快乐。所以呢，换一批书单和换一批电影。是的。然后保持笑容，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看一些爱情电影。好的。就为什么刚才孟老师也提到说你们的嘴唇要放松，他的嘴型就是表情包里边的那个，对，就是那个，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你要是这样的就好了。这个是全身的肌肉都在紧绷的一个标志，你要从某种那种紧张感中解脱出来。要学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去面对你未来的生活。是。可惜不是你，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2位老师好，台上24位女嘉宾以及台下观众朋友，你们好。我叫陈毅，今年26岁，来自湖南。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和我一起写一本嘴甜秘籍。嘴甜秘籍的内容是哪些？嘴甜秘籍主要是为了记录一些彼此对对方说过的，能够让对方很开心的话。然后，即使我们后续恋爱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争执啊、矛盾啊，当我们回头翻看这本秘籍的时候，可能所有心里面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了。总而言之，就是嘴甜秘籍在手，甜蜜幸福我有。郑琦，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在你印象当中，你觉得最甜的一句话是什么？
那一定是那3个字。是哪3个字呢？我，你。我8号。男嘉宾你好，那你说要一本嘴甜秘籍的话，能不能我就认为你需要一个会撒娇的女朋友？对呀。它并不一定是要撒娇啊，就是这种嘴甜秘籍，那实际上是由我们发自内心的，并不是很刻意的去记录这个东西。这样你的男朋友知道了之后啊，他可能自己也会更加有动力嘛，对不对？就会变得更加优秀。哦，你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的外卖备注。你的外卖都备注了哪些内容呢？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嘛，无辣不欢嘛。所以说不管我去到哪个城市也好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些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会习惯性的在那个订单上面去备注一下，就是多放辣嘛。也会经常闹一些这种很尴尬的事情哦。所以有一次我就点了一个叫做糖藕粥，然后我就习惯性的在订单上面备注多放辣嘛。过了一会儿，老板就给我打电话了，帅哥，你点的是个甜食，你确定要加辣吗？当时我就很尴尬。你问他，你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甜不辣吗？这个是家世显赫的奥特曼却被诡计多端的怪兽所害，奥特曼家弃我逐我，加一份预言，聆听我的复仇计划。祝你复仇成功。就点点外卖，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显得生活很有意思，你发现没有 ？Cool。你们会写哪些备注？24号。男嘉宾你好，你好。就是有一次我点外卖，我在备注上面写，老板我心情很不好，能给我配一个帅哥外卖员吗？后来外卖送到了，我已经把这事情已经忘记了，然后我就收到一条短信，是那个外卖小哥发给我了，他说：“对不起，小姐姐，我不是很帅，但是我也希望你今天要开心哦。”你没有追出去看吗？没。不要走。来看片子。桃浆绿茶打底，佐以芝麻、花生、炒米、生姜，这就是我们益阳的擂茶。没有一个益阳人没喝过擂茶，也没有一个外地人会没尝过擂茶就离开益阳。我是益阳伢子陈毅，目前是长沙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总监。工作闲暇之余，总会给自己泡上一杯这样低卡又饱腹感十足的湘式下午茶。都说爱喝茶的年轻人不简单。KTV 就是个小战场，进了包间就是一个新江湖，出人头地靠3宝：控场好、点歌好、嗓门好。首先开场曲必须精挑细选，奠定全场氛围。中间过渡必然要找一首全员皆可参与，能够引起情绪共鸣的抒情歌曲。最后的结束曲目不能忽略，虽说曲终人散，但是经典老歌会让全员流连忘返。这些都是基本操作，我还会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不同的点歌风格。如果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让你为喜欢的女嘉宾唱一首歌，你会唱什么？哎呀，这个我暂时还没有想好，可能需要给我一点时间。我的童年父母离异，我是由外婆带大的，所以特别向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家庭活动。所以未来的我一定会定期组织家庭活动，每个月去看一场电影，去一次露营，去一趟游乐园，去逛一次公园，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家庭活动。我想我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组成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我会努力做好这个家里的控场王。哇，爆灯了！
哪一句话打动了你？4号。就是首先呢，我在看到他喜欢品茶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距离感。再往后面看，我发现他喜欢 KTV， 喜欢唱歌，然后我们的兴趣爱好是一样的。然后我没有想到男嘉宾竟然还会想着，我为朋友点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歌适合他唱。那跟他相处起来，不管是朋友还是情侣的关系，可能会非常的轻松。然后再往下面看，我发现家庭情况，我有点心疼他，然后我又觉得他很孝顺，所以我就没有控制住爆灯了。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我问他哪一个点打动了他，他说了1、2、3、4、5、6、7、8、9个点。就是他是很理性思考的，又尊重了自己的感性选择。对，但我看男嘉宾好像情绪很激动哈，一直在控制自己。对，其实对我情绪冲动挺大的。是有人为他爆灯这我件事情吗？觉得可能是心疼他那3个字。对，是的，所以很谢谢你。我们看你情绪比较激动，是不是和你的童年经历有一点关系？对，是的，因为从小是我外婆带大的嘛，所以说我经常在外面看到就是那种很幸福、很圆满的那种家庭，我其实是内心是很羡慕的。4号，你家里边有什么经常开展的家庭活动没有？就是我们家的活动，可能就是出去看看电影啊，然后出去吃吃饭。但是我想和男嘉宾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成员，还有我爸妈的情况。好的，好的，好的。我有一个弟弟，目前在南京读书，然后呢，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多大的弟弟？我弟弟高3，然后我们相处起来就像朋友一样。我爸爸呢，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然后非常的好客。我妈妈她跟我一样的温柔，所以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感受家庭温暖这件事情。我们家还有2只猫，1只狗，我觉得我可以陪你，他们也可以陪你，然后家里的小动物也可以陪你。我可以谢谢。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这是一个欢乐祥和的家庭。对，我们再回头说说这个擂茶。我是很爱喝茶的人，但还真没喝过擂茶。听他这么一说，我认为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茶，它应该算是一种点心小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益阳擂茶它是用桃浆的绿茶打底，然后再加入一些花生啊、芝麻呀、生姜啊，然后把它们一起放到一个那个我们叫饽饽啊，然后还有一个擂棒，就是一起擂嘛，把它们擂成糊状，再用白糖的开水冲泡，最后再撒上一层炒米，就制作完成了。今天有准备一些给大家品尝一下。谢谢你，谢谢。然后孟非老师这里还有2碗，你挑2个你喜欢的。他给了4号，另外1碗会给谁呢？哎，好家伙！给了4号，我觉得很合理，人家给你爆灯的。给11号的原因是，
因为觉得这个名字挺有趣的。哦，易阳金洋洋，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你觉得口味怎么样？11号？我以为是那种就是比较清淡的，像那种其他，比如说是乌龙啊、龙井啊这种感觉，但是没有想到它是咸的。有咸口也有甜口，这个就看你自己。好，谢谢。 22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你的你好 V42里面有，就是如果你场上牵手成功的话，有没有想好就是给女嘉宾唱什么歌？然后你里面说的是你还没有想清楚，那你现在能跟我们来一段吗？可以，可以，可以。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 22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你的你好 V42里面有，就是如果你场上牵手成功的话，有没有想好就是给女嘉宾唱什么歌？然后你里面说的是你还没有想清楚，那你现在能跟我们来一段吗？可以，可以，可以。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意。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哎，你说的 KTV 控场王是什么？因为平时我自己特别喜欢唱歌，比方说像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会要选择一首比较 happy 一点的，对吧？就律动性比较强一点的这种歌，来活跃一下气氛嘛。那么这个时候，我一般会选择一首，我唱两句啊。春天的来临，悄悄地吸出暧昧的气息，哦哦哦，好美丽。那这个唱完以后，下面唱什么呢？中间的话，我会选择一首大家都能够一起参与进来的。哎，你现在唱一下。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这首歌时间非常长，大概有12、13分钟，大家都能够一起参与进来。哦，快结束之前，你一般会唱什么呢？结束曲 ending 啊，这个就保持了惯例啊，那一定是这一首。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不论天涯与海角。真的，我们也是这样哎，KTV 也是唱这首歌结束。我一听到这个就觉得职员表应该走了。好，看下一条。我和初恋相恋5年，从校园恋爱到走进社会，本以为这段爱情的甜蜜一直会延续下去，谁知道毕业之后，彼此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而来，经常因为工作耽误了很多原本定好的约会计划，甚至没有赴约为他庆生。喂，宝宝，对不起，我刚加完班，周末我们去旅游吧。不是，我尽力弥补，却还是无能为力。彼此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大，直到陈毅，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他没有听我的解释，转身就走了。等我安抚完客户再去找他，却再也得不到任何回应。
关机。刚毕业进入社会那会儿，工作、生活和恋爱，真的让我有点手足无措。对他的爱和关心也确实打了折扣。现在的我不会重蹈覆辙，会更加注重恋爱中的关心和陪伴。后来我遇上了一场爱情童话，我们是他朋友圈里最郎才女貌的一对。他温柔浪漫，又懂得享受生活，但其实每一条羡慕评论的背后，都有我的负重前行。出门时他精致优雅，在家却从来不做家务，邋里邋遢，外卖放了很久他都懒得扔掉。我每周都会抽空去帮他打扫家务，我也跟他沟通过，他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以后我们结婚生小孩了，家务怎么分工？小孩谁带？哎呀，有保姆跟月嫂，办法嘛，总是会有的。在我看来，爱情从来不是王子遇到公主，而是一个平凡人遇到另一个平凡人。所以我的爱情童话很快破灭了。我可能不是那个能满足所有不切实际愿望的王子，但会成为那个和你并肩作战，共同搭建彼此幸福小窝的踏实男友。希望我们三观契合，彼此理解，互相珍惜。我理想中最美的画面就是你在做饭，我在洗碗。2号。你好，男嘉宾，你刚才分享的就是三观契合这个点，跟我非常一样。我觉得好的爱情是相互成就，它不一定要非常的完美，但是一定要在一个领域里面值得我去仰望它，然后能够带领我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两个人会因为彼此的恋爱，然后一起进步，一起成长。对，确实我也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感情才是很好的。对，是的。姐姐。男嘉宾你好，我你好刚才看你的 VCR， 看到就是说在你的第2段恋情当中，因为前女友不喜欢收拾家务，还有一些其他算是懒惰的行为吧，你跟他分了手。如果说之后你遇到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人，但是你们就是某一方面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你会去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沟通很重要。因为我们两个一定都会有各自自己的一些思维模式，你的自己的想法。他其实是一个生活很精致的一个人啊，就是说生活在这种你自己的这种小世界里面。但是我可能考虑到的会更多啊。如果说能够走到以后，我们要面临的是整个家庭的事情，可能有你的丈夫，可能有你的小孩啊。那么所以说，你心目中适合你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形象？第一个就是我们三观要契合，然后我喜欢稍微顾家一点的女孩子。也不是说一定要你做一个全职太太啊，或者说做一名女强人啊，就是所有的苦我可以自己来吃，所有的压力我可以自己来扛，你就只用做我背后那个最温暖的依靠就好了。好，谢谢。现在留灯的是4号。来看一下男嘉宾的自推是哪一个？陈毅的自推女生是吴韵琪。男生性格热情爽朗，充满活力，非常有主见、有思想、有上进心和事业心，喜欢分享和陪伴，在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女生精致有品，聪明睿智，温暖有爱，乐于助人。感情当中渴望被另一半尊重爱护，交往中更需要独立的空间。两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比较相似，对生命都有旺盛的探索欲。一旦确定关系，就会沉浸其中，享受爱情的甜蜜和浪漫，是可以一起结伴同行的亲密爱人。供两位参考。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如果你和未来的另一半组建了家庭，你脑海里面最常想到的画面
是怎样的？4号。我刚刚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女生可能做饭会多一点嘛，我就比较希望，男生在旁边可以帮帮我，或者是我帮帮男生一起做饭，然后吃完饭也要一起洗碗，因为，我经常会懒得洗碗，但是我可以为了你去洗碗。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8号。我其实是跟4号比较像，就是他做饭，我洗碗，然后大家就是吃完饭之后去公园散散步。这个日子可以过到80岁。在最后一点时间给4号。我有一些话想对男嘉宾说。我个人呢，对于感情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过程应该放在结果的前面。我是一个很注重过程的人，我可能不会去想你会不会选我，我会想的是，我如果不去争取一下，那我连这个过程都没有。所以说，你也不要有压力。哇，好温柔。因为我遇到喜欢的男生，我就是想要尝试一下，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很可惜。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没完的关怀你的存在。如果你选8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你可以牵手4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其实4号女生从一开始的那一段，跟我说的话，因为从小是我外婆带大的嘛，所以说我经常看到就是那种很幸福、很圆满的那种家庭，我其实是内心是很羡慕的。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感受家庭温暖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陪你，他们也可以陪你，然后家里的小动物也可以陪你。包括刚刚他回答我的那个最常想到的这个生活的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面去了，说到我心坎里面去了。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不老的故事。所以我的选择是4号，4号。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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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非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我叫王新博，今年25岁，然后来自陕西西安。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可以和未来的女朋友饭后一起去逛公园。哦，8号。8号喜欢吃饭洗完之后逛公园。
因为就是我本科学的专业是环境设计，然后可能对公园景观设计之类的比较感兴趣。哇，别人是去休闲，你是做科研是吧？你是研究这个的。南京有很多这个公园设计的都很好，比如下马坊遗址公园啊，还有整个中山陵好多那种步道啊，都是免费向市民开放，设计的非常好。18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觉得逛公园是一个很好增进感情的方式嘛，我也很认可。那我想问一下，你喜欢旅游吗？比较喜欢徒步还是背包？然后想去什么地方？我是非常喜欢旅行的。徒步旅行的话，可能我也没有太接触过，所以一般都是计划好的，对那种。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异国游，然后我是希望之后的男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就是徒步去游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哦，是我无知提一个问题，他们经常说一个词儿，我都不敢打听。他说你喜欢徒步游还是喜欢什么背包？我这么一想，你指的徒步，比如说我想去西安旅游一下，这个徒步是走去的意思，还是我飞过去了以后在西安徒步？我可能指的徒步就是背个包，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从南京走到西安。就是不是，就是可能到附近的车站，然后走到哪儿，就是体验当地的民生嘛。哦，就是还是要有交通工具的。啊，对。好，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就是和未来的女朋友就是打电话的时候，她不说结束语就挂。因为上一任女朋友可能她没有这个说结束语的习惯，就是我在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她已经挂掉了，然后我还在分享。哦，你听不出来电话那头传来的嘟嘟的声音吗？哦，语音，微信语音，突然停了，确实。你是不知道的。他是不小心掉线了，还是他就是不想听了就挂了？也不是不想听，我可能停顿一下，想一下后面的过程的时候，可能就。那你停了很久吗？对呀。可能也不是很久。结束语，我认为女生还是挺在意跟男朋友打电话的结束语的。你们习惯的结束语是什么？11号。如果是晚上的话，可能会说晚安，然后白天的话，或者说其他时候会说拜拜。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女生可能说了结束语，但你介意她在你之前先挂吗？还是？我是就算就是她不先挂，我也会等到她先挂那种。我是一般会去最后再挂那个。好的，谢谢。18号。我之前的一段恋爱经历，就是我对男生的结束语一般是我要洗澡啦之类的。你的结束语都是要洗澡啦？就可能跟闺蜜什么的，就是啊，我要先去洗个澡，然后就会就是挂掉。这个区别，我看到网上一些攻略，喜欢你的妹子说我要去洗澡了，哎，她洗完了还会回来。一般不喜欢的，他说去洗澡了，可能过几个月都不会回来。这就是喜欢你和不喜欢你的区别。21号。我结束语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一般会说：“宝宝晚安啦，么么哒，么么哒。”好甜哦。这种结束语是你喜欢的类型？对，差不多，就我喜欢就是比较专属一点，就是有仪式感的那种。哇哦，你的结束语是什么？一般就是对方的外号，然后再加上再见、拜拜之类的。啊，就是他不仅仅有那个被尊重的需求，然后他还有一个专属的需求，他对回应的渴望度也很高。就他说了4、5分钟，对面没有声音，他都没有发现，那就是说这种较少回应或零回应的状态是交流的常态，这是他潜意识里很反感的一种情况。来看片子。正义是社会的基石，是我心中的理想。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武器。我是王新博，从小希望有能力维护正义，长大后选择研习法律。目前是西安工程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我想要通过自己的学以致用，帮助更多的人守护公平公正。学习法律专业后，我了解到很多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法律知识。
比如在许多商铺里常见的谢绝自带酒水，打着商品不退不换，都是霸王条款，是无效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还要提醒大家，发朋友圈时记得模糊个人信息，网购最好不要用真名，快递单号也会透露个人信息和电话。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都喜欢去逛一下当地的博物馆。我觉得博物馆里浓缩着这座城市的文明脉络，流淌着千百年来的文化沉淀。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化宝库中记载着大唐风华、大汉雄风；比如苏州博物馆的诗词书画中记载着江南韵味和姑苏往事。我逛博物馆呢，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文物的前世与今生。我觉得呢，这和认识一个女生是一个道理。可能见过一次面不一定会记住她，但是听过她的故事，与她有过共鸣，就会在脑海里留下她的印象。生活中呢，我是我们寝室的大管家，平时起得早，就会给舍友们带早饭。和舍友们相运动的时候呢，我会随身把跌打药装进包里，如果有人受伤的话，跌打药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旅行前呢，我会做好一个指南针的角色，查攻略，做好旅行计划，还有提醒大家带好必备的物品。如果他们对我做的旅行计划很满意的话，我心里面也是很开心的。在恋爱中呢，我也会尽力做到满级男友的角色。平日里你不想操心的事，全交给我好了。谢灵玉，男嘉宾你好。你好。就是我有看到你旅行特别喜欢就是做攻略嘛。对。我旅行的话，可能我今天心情不好，我明天可能订个机票就走了，就不知道我们的时间会不会或者性格上不搭嘎。我就是非常喜欢那种说走就走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很酷，很潇洒，就是那种。就是任何一种旅行方式你都可以接受。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过就是我不喜欢的旅行方式。沈佳丽。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你 VCR 里说你喜欢逛博物馆，就是我想问你一下，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博物馆是什么？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你 VCR 里说你喜欢逛博物馆，就是我想问你一下，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博物馆是什么？是苏州博物馆吧？我去过我去过，好巧。因为苏州博物馆就是我觉得它建筑很有特色，因为是贝聿铭大师的一个作品，所以我觉得就非常的有设计感，所以我很喜欢。好，谢谢。8号。刚刚男嘉宾说到苏州博物馆，我从小就是在苏州博物馆附近长大的嘛。那同时我也推荐男嘉宾可以去一下苏州丝绸博物馆。你在那边可以看到那个丝绸是如何从一个蚕宝宝变成一个丝绸的一个华美的过程。好的，谢谢推荐，我有机会一定会去打卡的。14号。你好，男嘉宾，你喜欢去那个博物馆的话，我也可以推荐你去一下我们广州那个凉茶养生博物馆。关于凉茶这个历史呢，已经非常之悠久了，在5000年前的三皇五帝那个时期就已经可以追寻到。在我们广州来说，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然后我们喝凉茶也是比较讲究的。比如说上火热气的啥的，你就可以喝一下罗汉果；湿气重的话，也可以喝一下我们那些祛湿茶。好的，好的，我湿气可能会重，我一定会祛湿茶，我记住了，谢谢。看博物馆真的是可以丰富很多你的见识。你在南京南博去了吗？南博院去了。国内3大博物馆之一。20号。男嘉宾你好，我刚才看到你是学法律专业的，对，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如果说以后你的女朋友跟你吵架，但是你吵不过她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搬出一条法律条文来跟她吵？这个，
如果有法律依据的话，然后我可能会运用到。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学法律专业毕业的，然后他吵不过我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我诽谤他。这个我肯定是不会用的。你这个人比我朋友那个人可处，可以处。谢谢。好了，看下一条。裙摆翩翩，舞鞋点点。我的第一段恋爱是因华尔兹而结缘，他性格活泼，高高瘦瘦的，是我喜欢的类型。那时候我因为身高被学校选中参加华尔兹跳舞比赛，就跟老师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还有点小紧张，但是他总是笑得很开心，我也就不紧张了。第一个动作就是牵手，虽然还挺不好意思的，但是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每天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牵他的手。每天成百上千次的牵手带来一次次心动，我们身体都不太协调，他经常会踩到我的脚，我们就这样踩着踩着越来越默契。当他转圈圈到我怀里时，我们也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心动，但是我特别害羞，不敢当面表白。有一次我在他宿舍楼下给他打电话，终于追到了他。后来有一次寒假，我们各自回了老家，很久没有见面，我特地找了一个时间去他的城市陪他。但没想到我到了之后，他一直在跟别人语音打游戏，完全没有理会旁边的我。后来我们慢慢就分手了。我希望谈恋爱的时候呢，能相互尊重，珍惜彼此陪伴的时间。我的第二段感情，她是一个文静、学习也比较好的女生，我们很聊得来。那时候我要去西安读研，一想到马上就要见不到她了，我就鼓起勇气跟她表白了。在一起后，我会精心给她准备每一次节日的礼物，因为临时找礼物怕选不到合适的，我会提前列一个单子，把这一年所有礼物都准备好，等到过节了就送给她。而且不同的节日要送不同的礼物。生日呢，我会送一些实用性的，比如耳机；七夕呢，送饰品一类的；儿童节送一些零食或者娃娃，比较有童趣的。我觉得每一次精心给女生准备礼物，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还是因为异地，相互陪伴的时间越来越少，她就提了分手。我的心意连同还没有送出的礼物一起被封存了。希望可以和未来的她互相陪伴，共同进步，一起浪漫地度过每一个节日。孙丹妮，男嘉宾你好，你现在还会跳华尔兹吗？我之前跳摩登舞跳了有7年多。哦，那时间挺长的。我现在比较难一点的动作都已经忘了。还想过个瘾，你没看出来吗？哦，可以，就是我一些基础一些的舞步还是记得的。那就简单的来一下。I wonder should I go or should I stay? The band had only one more song to play. And then I saw you at the corner of my eye. A little girl alone and so shy. I had the last waltz with you. 他成功的扮演了一个工具人。22号。男嘉宾你好，刚刚看你的 VCR 里面，你说你会给女朋友提前准备好1年的礼物是吗？对。但是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如果就是恋爱当中2个人突然就是分手了，剩下的礼物怎么办？首先就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就只能先封存起来了。那你会送给后面的女朋友吗？这倒不会。为什么不会啊？
要我买了8样礼物才送了4样，他就跟我掰了。我那4样东西好好的，但是我不会蠢到说，哎，亲爱的，这是我给前女友买的，她走了，我送给你。你不会蠢到这种程度吧？11号。男嘉宾你好，对于我来说，我男朋友每个节日都给我送礼物，我会觉得压力很大。这就意味着我每一个节日都要给他回礼物，所以我觉得重大的节日送一下，就精心准备一下，我觉得是必要。但每一个节日都准备，那大大小小的全世界这么多节日，你说是吧？其实我不期待每一个都能回礼，重要的，比如说我生日啊，就是能收获礼物，我觉得就很开心了。你觉得1年当中哪几次是必须要的？必须要给的，我觉得七夕节、每一个周年的纪念日，然后还有他的生日。他的选的这几个节日倒都是表达情感，尤其适合恋人的哈。对，比较专属。他给我送礼物的时候，如果我知道他是一次性囤的那么多的话，我感觉他是在给我发装备。我非常认同11号女神刚才说的，爱情当中啊，在情感活动里边，礼物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它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重要的。11号女孩刚才说的，我能认同。哎，大家交往是平等的，你送我礼物，那就意味着我也要回你礼物，这个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所以你看，同时谈恋爱也是年轻人，他对这个事儿感受，我就能特别有代入感。来，妹妹。就我非常认同孟老师刚刚的说法，因为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男生，然后他就说我这次双11买了很多口红嘛，我说你一个大男生买口红干嘛？他说我给未来的女朋友买口红，到时候我送给她的时候，那我就不需要按照当时候的原价去买了。然后他当时问了我一句说，你姐姐是不是单身啊？我说是啊，他说那你想不想让你姐姐拥有我的这些口红啊？说你要想的话，把你姐的微信推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他会在这个便宜的他买好多。来，姐姐，我不认同我妹的说法。首先一个是他根本就没有把我的微信推给这个男生，还有一个就是男生说提前1年囤好，那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一天，我把所有的礼物都囤好，省钱。找他合适的。明白。最后一个问题，23号。你好，男嘉宾，我想请问你一下，就是我在去送别人礼物的时候，我有一个公式，就是生日送什么，七夕节送什么。那你跟我是不是会有一个相似的？只不过我是临时送，然后你会囤着。对，因为我是就是那种看到好玩的、有趣的、好看的东西就想送给对方，然后但是又不喜欢这种没有仪式感，就盲目的去送。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去送他礼物，并不是说仪式感，是因为他是我男朋友，然后我这是作为女朋友的一种礼数。可能我们2个人的主观意识都是比较强的，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玩的，所以我们会去送给他，而不是会就是去关心、去在乎他到底想收到怎样的一份礼物。不好意思。刚才男嘉宾补充了一个观点，他说其实是我在日常的生活中碰到的好玩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想跟你分享，我想送给你，只是我得找一个时间。是，它是人先行，而不是时间先行的。送礼有时间先行的是马上要过节了，那我需要送一个，那送什么呢？再来找。他是先看到那东西想到人了，哎，这个给他肯定很好玩。那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就别等那些仪式感瞬间了，何必呢？平时买多划得来，1朵顶10朵，你平时能送10天。我就知道陈明要说这个话，而且这是我最欣赏陈明老师身上的一点。他和他夫人之间，他们就有一个约定，我要看到什么东西适合你，立刻买了就送给他。包括他刚才开玩笑说了一个节日花都贵，平常多便宜，
我觉得这个里边既有生活经验、生活智慧，又有生活情趣。好的，现在有个新情况出现了。在我们讨论这段话的时候呢，导演在后边提醒我，说我们每次录像都有后场的女生，后场的这个女生喜欢他。哎呀，哎，哇，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刘晨晨，我来自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它叫池州，然后九华山下。然后我现在就业于南京，然后是一个品牌公司的品牌策划。你喜欢他哪一点呢？说给我们听听。刚刚我一直在后台看男嘉宾的资料，然后他当时说的第一个点的时候，就是说他喜欢就打电话的时候说敬语，这个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然后他刚刚在和一个女嘉宾跳舞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绅士手，我觉得他真的和他想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然后我喜欢他就是个子很高，然后很瘦，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少年感，就是跟我自己的这个形象也比较搭。哎呦，你可以问2个对他感兴趣的问题，问完了你可以决定是牵手和他走，还是自己走，你决定。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话，就是你有什么就是非常想打卡的，就是类型的地方？我去过的城市非常的多，我去过就是我们中国2/3的土地，都是我自驾去的，而且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对于旅行方面的知识就很了解。如果你说你跟我去旅行的话，我可能会带着你去走遍中国的每一个地方，走遍中国的每一个地方。这2个人旅行达人，这能聊到一块儿。我是非常喜欢旅行的。如果你说你跟我去旅行的话，我可能会带着你去走遍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来，第2个问题。那我就是觉得这一个问题就够了。哦，够了。哦。我的妈呀！来，你决定，你是牵手还是自己走？就我选择就是牵手，牵手。好。等一下。等一下，我想拥抱一下，可以吗？我想拥抱一下，可以吗？那当然。还是留下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好搭呀。我们的爱情深蓝的星星，你的眼睛，还生命。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非老师好，两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晚上好。我叫何勇，今年27岁，来自安徽合肥。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来，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能陪我去踢球。孙丹妮。我觉得女孩子一般都不太喜欢足球这个项目，能跟你一起看球，甚至还能跟你一起踢球，女孩你真的要好好珍惜啊！当然，一定的。但是踢球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儿，因为有很多帅哥，而且能让你健康。这就是90%的女人喜欢意大利队的原因。哎，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呢？大学的时候都是校足球队的，我们踢的是半场足球，大概7个人一队，然后但是每次去踢球的时候都有13个人，因为他们都带着女朋友，就我没有，因为他们都带着女朋友，就我没有。守门员在那守着门，女朋友就站在旁边，然后两人哦，你说的是陪你去踢球？对，我大概踢球的频率是1个多月一次吧。你也不用经常陪，天天陪，3、4个月陪我去一次，证明我是有女朋友的，我能找到女朋友。谢玲玉。男嘉宾你好，就是你说希望女朋友陪你踢足球的话，那如果我就是特别喜欢逛街，就是一逛街可能大包小包全拎到了，然后一逛得逛一下午，那你陪着我吗？对呀。当然，就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应该被尊重嘛。我的兴趣爱好就是踢球，你能陪我去踢球，我就能陪你去逛街。那你是1个月去踢一次足球，那如果是我1个星期我就要去逛次街呢？那我就两个星期陪你去一次呗，你不还得跟你闺蜜去一次吗？那还有，这哥们儿讲理。就是那我还喜欢那个刺激点的运动嘛，就是潜水、那个冲浪啊，还有什么跳伞之类的。对，我就负责给你拍照。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过于主动的给我夹菜。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就是我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我妈就总会给我夹很多菜。然后等我吃的时候就已经凉了，我就喜欢吃热乎的。她就给你夹一堆，给你囤在那儿。对。然后还有就是跟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朋友就觉得哎这个菜不错，你尝尝。比如说那个菜距离我比较远，他就会说哎夹给你，你不方便夹你尝尝。但其实我可以够得着，这不是够着够不着的事儿，对吧？因为他就会给你夹，然后有的时候夹的菜也不是你喜欢吃的，让你就会驳了他的面子，感觉我个人感觉。顾海东。刚刚说到夹菜，就是我可能会比男生先吃完，但是我又想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还有很多菜没吃完呢，我就觉得很浪费，然后我就会把很多菜夹给你，然后你多吃一点，就是你介意吗？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完饭没事儿干的话，你就在那看着我吃就行了，好，来看片子。今天在机构里给孩子们上课，一个侧空翻差点没翻过去，这老师当的，脸差点丢大了。哎，功夫太久没练了，是有点生疏了。还记得8岁那年，我被我爸送去了一所武术培训学校，一待就是2年，
后来啊，还被选拔去了少林寺里，又是2年。我爸其实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就是武术，男孩子嘛，他还自制了一个沙袋，就里面装了沙子和小石子，然后天天练，天天打。他就想让我去完成他小时候没有完成的梦想。自己也是很争气，大大小小取了不少奖，但学武啊太苦了。你看现在小孩练武术，相比于我们小时候真的幸福太多了，又有暖气啊，地板也是软的。我小时候在少林寺的时候，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5点半起，然后后来有一次我爸妈去少林寺看我嘛，然后广播站就喊让我过去，然后我就赶紧过去了，开心啊，爸妈来了，然后打开门，我爸妈就回头看了我一眼，不认识我了。我当时真的就内心就有点伤心和失落，1年没见就不认识了，就那种。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祝我生日快乐。她说我爸就在一旁，你要不要和他说点什么？我想了想，还是算了。18岁生日那天，我收到过我爸的一封信，内容现在回忆不起来了，大概也是一些他对我的祝福和期待吧。在我的记忆里啊，他要么不说话板着脸，要么就是批评我，哪怕在家里走路出点声音，都要挨一顿骂。但自那以后，我理解了他，或许他都是为了我好吧。现在呢，他也会总来找我说说话，但是2大老爷们之间说心里话，我感觉还是挺奇怪的。找个合适的机会，给他回一封信吧。今天一个人看了电影，好感人啊！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可是这份感动该和谁分享呢？金阳阳，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面有看到你说你小时候学舞嘛，不让看孩子或者说周末什么回家都没有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说你小时候学舞嘛，不让看孩子或者说周末什么回家都没有吗？没有，就是全封闭的，就是一直都在学校里。一直都是。天哪，那你不会想爸爸妈妈然后小时候哭吗？那肯定会有，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妈看我的时候，走的时候会跟我说，就是何勇，你会想我们吗？然后我就说想，然后我妈就说你真没出息，我送你来练武术，你还想给我好好练，然后就转身就走了。Cool。你小时候喜欢武术吗？其实那个时候我妈跟我说为什么把我送到少林寺啊？她说的是我看到电视上那些僧人在那表演武术。然后我说我是太帅了，我要学武术，所以我爸就把我送去少林寺了。就那个时候我在少林寺就特别累的时候，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悔恨，想给自己大嘴巴，就是我为什么要说我特别喜欢武术？后来我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儿，就纯粹就是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武术，然后我作为他唯一的儿子，他就想让我去完成他的梦想。那所以你看到那个少林寺太帅了，那个话你没有说过？没有。但是我妈这么跟我说的。他们编排你说了，对，然后想送你去少林寺这事安在你自己头上。这是他父母的一场合谋。他父母说你自己说的，你说帅的。对。然后我那时候还不能放弃，因为什么呢？你自己说你要练武术啊，你总不能放弃吧？你后来没有问过你爸，你怎么不下决心去少林寺呢？放不下你妈？不，因为我跟我爸不会说这种开玩笑的话的，不会说出口的。23号。你好，男嘉宾。刚才在那个视频里，我看到就是好像你的爸爸妈妈对你是比较严厉的那种，
我想知道你现在对你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就是我现在这么大了，我也能理解他们当初的一些做法，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而且他们是想让我成龙成凤，我现在也能理解他们。你爸给你写的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在我18岁，就是生日当天成年的那天，然后我下了晚自习回到家，然后我的床边就是一桶那个就炸鸡，然后还有一封信，信的内容我不记得了，就是好多年了嘛，但是基本上就是对我的一些恨铁不成钢啊，或者说对我的也有期待。好，来看片子。我有过2段异地恋，第一段呢也是我的初恋。为了见他，自己省吃俭用，朋友的聚会也几乎从来不参加。1年半的时间里，车票就存了100多张。后来我们2个就像2个高考生一样，约定一起冲击奖学金。我们互相鼓励，互相监督，最终呢也是如愿以偿，还给对方买了礼物。虽然最后这段异地恋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好。毕业后，我认识了一个外地的女生，在100天纪念日的时候，为了给她惊喜，我安排了一场大戏。喂，亲爱的，你吃早饭了吗？吃了呀。不是你吃早饭，你怎么不跟我讲啊？哦，我不问你就不讲是吧？你是不是想分手啊？哎，行了行了，算了，别讲了。我特意把话说重了点，挂了电话就出发去了高铁站。能不能别吵了？我们心平气和谈一谈。我知道你很累，我也累啊。完了完了，他真要跟我分手啊！当当当当，其实这都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哎，亲爱的，我以后不这样了，行不行？我在感情里还是比较注重仪式感的，但经过这次事件以后，自己也是明白了，不能玩得太过火了。后来为了他，我选择在他的城市发展。要不就留在这里吧，我们家也还能帮衬到你。我们分手吧。其实现在看来的话，我知道他当时是没有任何恶意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自尊心让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刚步入社会嘛，比较敏感，比较幼稚吧。其实现在我真的很感谢他当时对我的包容的。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改变别人很难，所以我努力的在改变自己。希望在未来的感情里，自己能做一个有责任和担当，能给对方安全感的男生。2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看到你第2段感情对于男生自尊心的这个点，因为我前任就是那时候工作就失业了，然后他也是经济很困难，我当时也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身上还有1些钱，没关系，我跟你吃着面条怎么也可以，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被伤到自尊了，我不太明白就是这个自尊心的一个点，你能告诉我吗？当时可能觉得我们可能有个共同点，就比较大男子主义，想着就是我必须要挣钱去养自己的对象，养自己的老婆，而不是让老婆去养着我，我必须要去努力。然后如果你给我钱的话，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努力，或者说没有那么成功，我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嫌弃我的意思。没有，就是女生会表达想跟你共同努力，想一起共患难，然后不被理解，反而因为这件事情分手了。对呀。这个我是能理解的，是吧？对，我是能理解，但是你的前对象可能他不能理解，他比较脆弱。对，哦，是真的。男人在经济能力比较差的时候，在这个上面是特别脆弱。所以呢，如果真的相爱的时候，女方应该在这个事儿更小心一点。傅海东，
刚刚我看到男嘉宾就是给女生准备一个惊喜嘛，就是我有注意到你的对话，说那个早上你有没有吃早餐？你有吃早餐怎么没告诉我？我们分手吧。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很顺畅，就是别人都不会把这种事情当做惊喜。对呀。就是你很喜欢把我们分手吧挂在嘴边呢。不是的，不是的，就是那天我想就是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说我们分手吧。然后他就会很纳闷儿，很接受不了。然后这时候我再出现在他的面前说，我是来跟你过纪念日的，就会有那种反差那种惊喜。这是我个人认为的，这属于叫作过头。对对。最后一个问题，郑琦。男嘉宾你好，那像你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现在又遇到了一个像你一样作的女朋友，做出了各种作的行为，比如就像你说的，动不动随时给你吵个架、拉黑这样子，你会怎么处理呢？我感觉你可以跟我吵架，但是你不要拉黑我。拉黑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就是做了，对。其实现在女生呢，她生气的时候把你拉黑了，她一定会留下，电话号码、小红书，还有类似于什么淘宝的也有好友，等等等等，有好多社交工具的，你都会能有找到她的方式。好，再见。谢谢老师。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